大家好，我是玉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约会暴力。那约会暴力呢，是在关系当中一方试图通过口头暴力、情感暴力、肢体暴力、性暴力等等以控制对方。那它有可能会发生在异性恋当中、同性恋当中或性少数群体当中。约会暴力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普遍有数据显示呢，美国每年有150多万的高中生呢，在约会的时候呢，经历过另一半的肢体攻击那在美国有大约1/3的年轻人呢，在约会的时候呢，曾经遭受过另一半在口头、情感、肢体还有性等上面的攻击。那这个数值呢，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的青少年暴力事件。约会暴力呢，有偏年轻化的现象在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统计当中呢，发生率最高的是在这个16到2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那这个比率呢，几乎是所有其他年龄层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同时呢，这个数据呢是偏保守的因为只有33%的受害者呢，他们会去告诉别人，或者说去举报侵害者那这当中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羞耻感在作祟。那很多的受害者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说了什么惹他生气了，或者说我那天穿太少了等等，就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有责任。那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你没有错，好不好？那我以前呢就做过一个有关于羞耻感的视频，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去观看这个视频。那再有呢，就是81%的家长呢，可能他们不知道约会暴力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问题。82%的家长呢，会觉得如果自己的小孩经历了约会暴力，他们是会知道的。但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他们并不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小孩在经历了约会暴力会有哪一些信号。约会暴力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种类第一个是肢体暴力，也就是说踢打踹拉等等等等，就是身体暴力。那还有一种就是情感语言暴力，也就是说用语言去攻击你羞辱你，然后在朋友跟陌生人面前让你觉得尴尬难堪，或者说以任何方式去威胁你，比如说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要自杀等等等等，或者说告诉你该穿什么做什么或说什么又或者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你偷吃等等。那还有一种是金钱暴力譬如强占你的财产不让你出去工作，或者说帮你买东西付费，但又觉得你是欠了他的。那最后一种呢是数字暴力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通过短信、邮件、社交平台等方式去跟踪你、威胁你又或者说在网上给你一些负面的评价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网络暴力，或者说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的情况下去登录你的账号经常去偷看你的短信还有聊天记录等等。许多的调查显示呢，约会暴力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与心理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那受害者通常会出现焦虑或抑郁等症状并且有可能会养成吸烟、喝酒还有用药等习惯并且有可能会出现反社会行为自杀倾向等等。那在一段关系当中呢，如果我们经历了约会暴力，我们很多时候不会立刻就知道我们的权益被侵犯了，因为很多时候呢一段关系当中呢，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事件变得比较复杂跟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被约会暴力了。那我们该如何去及时的发现这些苗头或信号？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跟对方沟通，寻求解决方法，或者说可以及时离开对方。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学会去保护自己呢？那无论你是男生、女生或性少数群体你都有可能成为约会暴力的受害者。那以下有一些警报信号，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有以下这些特质，你就有可能被约会暴力了。
那第一个就是常常用语言去攻击你、羞辱你，让你自己觉得不够好啊，或者说让你觉得很沮丧。那再有一个就是占有欲很强啊，就不让你跟家人、跟朋友见面，或者说会控制你跟什么人来往。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啊，比较容易发火，又或者说他会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下呢，去看你的短信、邮件，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啊，又或者说他的占有欲比较强啊，他会告诉你该穿什么、做什么或说什么等等。那当你发现你有可能被约会暴力了，或你处在一个约会暴力的关系当中，该怎么办呢？那有很多人说，你可以离开啊，或报警啊。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情况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有许多的研究显示呢，有许多的受害者，其实他们还是选择继续待在这个关系当中。那心理学家 Leland Walker 在1979年呢，就提到了一个暴力循环的理论The Cycle of Abuse 这个循环呢就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张力建设期，也就是说各种小矛盾开始产生这是一个铺陈还有积累的过程，然后呢就再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暴力事件的发生，然后再到一个蜜月期honeymoon phase，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加害者呢就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去道歉啊，或者说他就直接把这个责任给推给了受害者，又或者说他会对受害者加倍的好，让受害者心软，然后再给他一次机会。那蜜月期呢是受害者他最终没有离开的原因。那因为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如果你处在一个约会暴力的关系当中呢有以下这些措施你可以去做尽量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然后尽最大化去保护自己。那第一个就是制定人身安全计划，那这个计划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紧急情况发生的话你可以联系谁，或者说你可以在哪里去过一夜，那这就要求你可能要记下一些比较重要的号码，或者说把手机随时带在身上。那如果你是在校生的话呢，可能你就要想好就是哪一个老师我可以联系，或者说哪一个心理辅导员我可以联系。那在紧急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要报警了。那第二个就是建立一个情感安全计划，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准备好去离开这段关系，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那建立一个情感安全计划就非常重要了。那首先他可以建立一个支持自己的网络，也就是说可以找信得过的老师、朋友、心理咨询师去诉苦，然后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又或者说做一些善待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出去散步或者说看一个综艺节目或者说做瑜伽、听音乐等等等等。那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因为就是无论再怎么样，暴力都是不对的。那我觉得这个会就是帮助你更好的去认清这个关系，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那在最后呢，我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在性少数群体当中的你，如果被约会暴力了，我也希望你可以勇敢的站出来寻求帮助，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呢，你会担心就是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或者说你觉得在法律面前你是不平等的等等等等的原因呢，你就不想说出来那但是呢，在美国呢，大部分州的法律呢都没有性别歧视的所以你也可以就是申请这个限制令保护令你也可以报警，他们都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处理，或者说你可以寻找就是对性少数群体比较友善的机构而寻求帮助所以我希望你就是如果被约会暴力了，也要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寻求帮助。那最后呢，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请点赞跟分享。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